好，我们马上切入正题。今天这份解析，我们要来深入拆解2026年美国联准会一场极具历史意义的权力交接。如果你平时有在关注全球市场的脉动，你一定知道，联准会主席换人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人事异动。但这次说真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场从鲍威尔跨入沃喜时代的彻底典范转移。这不仅仅是换个掌舵手而已哦，这是一场治理逻辑的根本性革命。它几乎会改写我们目前所认知的每一个金融法则。为了让大家马上进入状况，我们来看看沃许这一句极具震撼力的开场白：通膨是一种选择。哇，这句话真的非常直白，带着极强烈的改革者色彩。他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其实就是，联准会必须对过去几年物价失控负起完全的责任。这传递出一个再明确不过的讯号了，联准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强硬地转向对通膨零容忍的政策。简单来说，没有借口，也没有妥协的余地。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我们所有投资人都必须诚实面对的尖锐问题了：你准备好迎接联准会保姆时代的终结了吗？坦白说，过去这8年来，我们投资人其实真的被宠坏了。我们太习惯那个态度温和，总是在市场遇到乱流时牵着我们的手过马路的联准会。每当股市一有风吹草动，联准会这个超级保姆就会立刻跳出来安抚大家。但是这份资料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种呵护备至的保姆模式已经正式宣告死亡了。我们直接把这2任主席放在一起对比，你就会发现落差有多大。你看左边，鲍尔的标签是什么？共识驱动，前瞻性指引。他就像是市场的好伙伴，总是喜欢提前给出承诺让大家安心。但右边的沃许完全是另一个极端，他是数据导向，零容忍，而且强调绝对的独立性。他不打算当华尔街的好朋友，他更像是一位严格的纪律委员。这真的是一场哲学理念的巨大碰撞。所以，要看懂这个新时代的游戏规则，我们必须拆解这3大核心分歧：第一，前瞻性指引退场；第二，加速量化紧缩；第三，把 AI 生产力纳入核心指标。这3个领域就是定义联准会新体制的最重要战场。我们接着就来一一拆解。首先来看第一个重大分歧：前瞻性指引的死亡。这意味着联准会的沟通方式将从过去的提前预告，彻底转向回归冷硬的数据。大家看这个数字非常有意思。在沃许上任的第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他做了一件让市场跌破眼镜的事，从300砍到130。他直接把鲍尔时代动辄300多字的政策声明大刀阔斧砍到只剩下130个字。这种近乎残酷的效率，不只是字数变少而已，他是在用实际行动宣告，那个喜欢絮絮叨叨给市场吃定心丸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且更狠的还在后头，沃许甚至直接拒绝提交他自己的点阵图预测。你知道这对市场有多震撼吗？这等于是强迫华尔街直接戒掉对预测的依赖症。他要逼迫所有的机构和散户别再整天猜测联准会官员的心情跟想法了，转过头去好好看着现实世界中冷冰冰的实体经济数据。从现在起，一切凭事实出话。接着我们来看核心分歧2：加速量化紧缩。也就是彻底终结大水漫灌的时代。鲍尔时代很习惯用大规模的印钞跟量化宽松来救市，但沃许完全不吃这一套。7兆美元，这就是联准会目前庞大，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臃肿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沃许自己是投资银行出身的，他对自由市场机制有着极高的信仰，所以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积极、快速地缩减这7兆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彻底防范过去大水漫灌所带来的长期通膨代价。那么这带来最关键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沃许要把长天期债券的定价权重新交还给自由市场。
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转变哦，它要结束央行过度干预、淹没市场的现况，让市场自然的定价机制重新运作起来。这就代表着未来的债券殖利率将不再是央行人工操纵的结果，而是要真实反映市场对经济的预期。来到第3个核心分歧 ，AI 生产力。这绝对是沃许时代最引人入胜也最酷的一个情节转折。他正试图把科技变数直接纳入传统上非常保守的央行决策模型里。沃许这个做法真的打破了所有传统，他不是只有在纸上谈兵而已哦，他直接找来外部专家，成立了5大工作小组。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去评估 AI 对就业市场真实的冲击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件事抱持着一种前瞻性的乐观。他想弄清楚 AI 带来的生产力奇迹是不是能够成为一股强大的通缩力量来压制通膨，同时还能拉高长期的经济成长率。这代表未来的货币政策，科技将会占据非常核心的位置。好啦，总体经济的理论我们梳理清楚了。当旧的剧本已经被撕得粉碎，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最实际的问题：投资人现在该何去何从？当明确的降息承诺消失，当市场失去了政策的缓冲垫，我们一定会面临巨大的认知失调，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频率波动。这就不只是理论探讨了，这是关乎你我荷包跟资产存亡的迫切行动方针。我们必须学会在这种剧烈转变中导航，千万要戒除过去的旧习惯，不要再盲目去猜测降息时机了，更不要在市场下跌的时候还傻期待联准会出面放水救市。这份解析明确警告，在沃许的新体制下，死抱着这些旧习惯只会带来灾难性的亏损。我们必须迎来新现实，建立一套反脆弱的投资心态，让你的所有策略完全回归到经济的基本面。这边为大家整理出了沃许时代的资产配置法则，这是一份非常清晰、可以直接执行的生存指南。首先，彻底放弃那些没有实质支撑、只靠话题炒作的投机资产。第二，把你的策略重心严格锁定在拥有硬核现金流的企业上。最后，去投资那些能够实质推动并且真正受惠于 AI 生产力爆发的基础设施龙头。记住，在这波去无存菁的浪潮中，只有真正的价值才能存活下来。来到我们今天这份解析的尾声，我想把这个极具挑衅意味但又无比重要的问题留给你们去思考。当联准会不再是你的安全网，你的投资组合究竟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投机之上，还是扎扎实实的扎根于真实的生产力？这场从鲍尔到沃许的权力交接，不只是历史的一页，它更是对每一位投资人资产体质的终极压力测试。希望今天的导读能帮助你重新检视自己的财富配置，在回归基本面的新局中，找到属于你的稳健获利之道。我们下次见喽！